迫不及待沉睡中醒来，故事从这里揭开，感受着呼吸越变越暖，安静到澎湃，奇迹般的力量，想拥抱你的心跳，牵你双手，看世界那么缤纷，等你探索。当生命有了呼唤，期盼未来，换我迫不及待，要在你生命中陪伴。陆思琛，你有没有礼貌？怎么我也当过你的家长？放开我，我要迟到了。我要就问你几个问题：你妈妈到底怎么了？你爸为什么不让她出门？不知道。你不可能不知道。你看在我帮你的份上，你能不能帮我把你妈妈弄出来啊？弄出来干嘛？你妈妈在家里肯定不安全，我要把她弄出来。是没用的，别白费力气了。陆思琛，你想变成你爸爸那样的人吗？如果你不想的话，你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？我上课了。你别装了，你什么时候那么积极过？你放开我，我要迟到了。你能不能像个男子汉？我打你电话。36度2，已经退烧了。糖尿病呢是很容易造成感染的，这次感染呢稍微严重了点儿。最近呢吃点清淡的东西，咱们这几天看看情况，要不然就先抛了吧。不是说了想顺吗？黄主任之前是和你说可以顺，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孩子最后这段时间呢长得有点大，这跟你的糖尿病是有关系的。孩子在出生时超过4000克就是巨大儿了。那出生之前呢，我们会根据宫高、腹围以及先路高低来进行预测，还有 B 超测定胎儿双顶径、腹径、臀骨长度来进行预测。之前黄主任预测，他估计胎儿是小于4000克，所以可以试一下。目前我评估孩子有可能是超过4000克的，应该剖宫产。所以还是预测。是预测。那预测偏差有多少？我们进行了超声的评估，有90%的可能性。一来，我想要早点要2胎，剖腹产的话没那么快；二来，我查过资料，顺产的孩子通过挤压，身体协调性什么的会更好，所以能顺产还是尽量顺产吧。听医生的吧。你别管，我心里有数。巨大儿顺产的风险是非常大的，很有可能产程过长，造成了胎儿的窒息以及母体的危险，还有可能你长时间生不出来，直接转为剖了。最危险的是艰难产，孩子头部分娩出来了，可是他的肩部卡在你的身体里头出不来，那胎儿是容易窒息的。巨大儿造成的艰难产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。
那我也要试一试。家属跟我去交个费吧。丁丁，虽然你现在怀孕了，比以前胖了点儿，但是跟你上学的那会儿，没怎么变呀。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不是你们14中的。我说过我是14中的吗？我记得以前你考上了最好的艺术学校了，中间还跟我们聚过几次，可是后来你就消失了。这几年你都发生什么了？还有你这丈夫，这是我的私事儿，我没有必要跟几年没有见的高中同学汇报，我没有兴趣叙旧。你知道我一直都是一个好管闲事的讨厌人，我认为你找了这样的老公，你就应该接受他、尊重他，而不是当他的面来拒绝老同学，这样对他不公平。你知道你自己爱管闲事儿就好，好好做好你的医生。不舒服了叫我啊。它的胎儿大小在一个临界点上，有可能生出来刚刚好没有过线，也有可能过线了，所以确实非常不好判断。就算是去找主任，主任也会说尊重家属的选择。从你的角度来说，剖是最安全的。如果要顺的话，就需要有经验的助产士和大医生镇场了。好吧，那如果他非要顺的话，我也只能这么选择的。对了，还有个事儿啊，黄主任那边我觉得很有问题。他好好的待在家里，能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到超市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买完东西还要回去帮田主任整理资料呢。好吧，你先忙吧。嗯，好。生之前疼是不是正常的？是的，都会疼的。多弟，黄主任出事了。什么事？不知道，我还没找着他。嗯。我说你这大半夜的也不睡觉，在干嘛呢？我在网上回答问题呢，姐。什么问题啊？我注册了一个在线医师的账号，在休息的时候可以帮别人在网上问诊，正好赚点外快。拉倒吧你，每天累得跟狗一样，现在有时间不睡觉，以为自己是铁人呢。姐，正因为我不是铁人，我是人，是人呢，就需要吃喝拉撒住，需要恋爱，需要结婚，需要钱。指望我那些工资啊，什么时候才能给我重要的人，让他们过上美好的生活啊？所以得赚点外快嘛。唉，早知道学医这么难，当年你成绩那么好，干点啥不行啊？光读书就8年呢，之后吧就得不拿钱干苦力，那啥规培3年，对不对？之后吧又得院总1年，这还没完，还得慢慢爬。
跟你一般的，要是在别的行业都已经是管理层了，你才是个小医生。你都是听谁说的这些，还一套一套的？这不是在医院里每天听那些住院医师念叨吗？我都会背了。连你都背下这些老早了，看来这些住院医师都怨念深重。那可不。哎，我说小弟啊，你最近要是真的要用钱，姐这儿还有个几千块，你先拿去用吧。姐，真的没事儿，我就是想赚点钱，有备无患。哎呦，我说你别弄了，一口吃不成个胖子。明天早班，早点睡啊。姐，我知道了。而且你这样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样天天不睡觉，你也成不了把风的呀。好了，姐，你快去睡觉吧。我知道了，我去睡觉。不是你这把我也整清醒了，要不，哎，我给你煮个宵夜吃。哎呦，真的不用，你快去睡吧啊！你早点睡啊。去吧。什么时候才能挣够求婚戒指的钱？让让！哎呀，别叫了，还让不让人睡了？人人都疼，就你叫的凶，娇气。哎呀，哑巴，你赶快找个医生吧，他是不是快生了？不行就送去产房吧。你怎么说话呢你？你别管我怎么说话，你声音真的太吵了，别把我们家老婆吵出什么事儿来。赶紧去啊！怎么了？疼。护士跟我说了，他白天呢宫缩发动，才开了1指，疼是很正常的。你别着急，你醒着呀。非常疼。他是初产，有可能是正常疼的。难怪你这么疼，这是不规律的宫缩，宫体条件也不好，得打杜冷丁了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赶紧去找上级医生来。你得一直在这盯着啊！我看患者初产没经验，还以为是正常疼痛，其实他是高张性宫缩乏力，这家属又不是特别方便沟通。什么是高张性宫缩乏力？在分娩时，子宫的肌肉会产生有规则、有频率，并且强度逐渐增加的收缩。如果没有节律、不对称，频率跟强度不规则，那么子宫的肌肉呢，它就不会放松。宫腔内的压力和子宫的张力一直处在一个绷紧的状态，轻则会影响产程进程和宫口扩张，重则会胎儿窘迫，造成一系列的危险，甚至会发生子宫破裂。不过你放心，吴医生会一直在这盯着，我也会随时待命。要是1小时后他还在疼，我们再处理。妈，你醒了以后想吃点什么？这么多年没跟你们住在一块儿，我都不知道现在你喜欢吃什么了。还记得小时候，家里面炖鸡，鸡腿我一个，爸爸一个，我就问你，你怎么不吃？你说你不爱吃鸡腿。家里面的鸡脖子、鸡头、鱼头、鱼尾，
都是你的专属。我还跟其他的小朋友说，我妈妈好奇怪啊，她就喜欢吃肉少、骨头多的地方。现在想想，我真是太蠢了。回去休息吧。这几天听你跟阿姨讲了很多话，讲了很多妈妈为你做的事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有妈妈的感觉是这样的。没有妈妈的感觉，我不想知道。我也不希望你知道。那你就别催我回去。我们是医生，我们都知道，所谓植物人的苏醒，并不是靠不分昼夜的陪伴，那是医疗、时间、亲人的坚持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你可能还要花很多时间，才能等到妈妈的苏醒。在这之前，你能不能先照顾好自己？我不敢走，我怕我一走了，他也走了。还疼吗？疼得更厉害了吗？你告诉我呀！哎呀，能不能别叫了？叫的我都快生了。老婆，别急啊，去看看。赶紧叫医生啊！他好像疼晕过去了，快按那个紧急呼唤铃。现在什么情况？腹照明显，子宫张力很高，没有放松，考虑心照子宫破裂，再不剖就麻烦了。得，前面还纠结要顺产呢，这老天不给机会。家属请在外面等，别担心。4220克。判断对了，那么开心啊？不是因为判断对了开心，主要医学上的事情很难判断的那么精准。但如果判断的跟实际的差不多，就好跟家属交代呀。也是，尤其是碰上难产的。恭喜你做妈妈了，生男孩，4220克，哭得特别嘹亮，来亲一亲。我有自己的宝宝了，这大大的眼睛，真像他爸爸。这嗓门更像他爸爸。吴医生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没有发现他情况更严重，也说不清病情，我很内疚，很害怕。那个时候，就算你没发现，我也该去病房了。这是生计，不用担心。是我拖累了他。你们是两口子，有什么拖累不拖累的？希望他以后能勇敢面对你的情况。医生，你误会了，不是他不能面对，是我不能面对。我以前是男高音，声带得病切除了，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不想见人。他是为了不让我难受，才跟过去所有的朋友断绝了关系。是我对不起他。喂，你等着我，我马上过来。
要去一趟黄主任家。黄主任这几天失联了，我想尽了各种办法，我都联系不到他。我现在怀疑，她是被她老公给软禁起来了。刚才她儿子给我打电话了，说给我开门，让我快去。那我也去。走。怎么样？你们在这等着我，我叫我妈出来。妈，我数学辅导书呢，你给我放哪儿了？什么书？数学辅导书。我想想啊。你过来看看。快走。啊，你们是谁呀？哎，怎么回事？干嘛呢？快走！你先走，我垫后。垫什么后？到姐姐后面。你这孩子，大半夜的搞什么恶作剧啊？你妈身体不好，你折腾她干嘛呀？去，让她回来。跟你妈走，快点。哎呀，别胡闹了，大半夜的被一个孩子骗得团团转。我不觉得他在骗人。这孩子啊，就撒谎成性。聪瑞都帮润玲去过好几次学校了，他这次考试又倒数第一，他这是打击报复家长呢。不管怎么样，先让黄主任去医院做检查。别蹬鼻子上脸啊！我老婆事儿，不需要你管。哎呀，跟我动手是吧？那别怪我不客气。耍诈！喂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给我妈拿身份证。呀，药起作用了。什么药？不知道，我怕我妈吃的药集合力吧，全放在啤酒里了。还得给你叫救护车。田主任，黄主任不认识我了。别慌，我先看看。都服用什么药了？这些都是从他家里拿的。可能主要还是安眠药的作用，还有不少抗抑郁、抗焦虑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谢谢。喂，你那儿怎么样了？什么？在急诊呀？哦，都有什么药啊？好，我知道了。田主任，多迪说黄主任是服用了大量的精神类药物，所以才神志不清的。精神类药物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多迪说他一会儿把药瓶拿过来，你看要不要请内科和精神科的医生过来会诊一下？我先看看吃了什么药再说吧。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儿。说。黄主任在休假这段时间特别蹊跷，我觉得她的丈夫特别可疑，有很大的问题。她的丈夫不让所有人靠近她，我能不能拜托你，通知一下全科，保护好黄主任，不要让她丈夫接近她。宋蕊，你说的这些都是猜测，没有根据。按医院的规定，没有正当的理由，我们不能阻止家属看病患的。而且黄主任马上就要临盆了，一旦需要麻醉和手术，家属要在场，要签字的。但是黄主任健健康康的去休假，回来就变成这样，肯定是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。我会通知全科室，没有我在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不准任何人把黄主任带离医院。哎，来了。
小心。这顿真已经饿死了，赶紧吃吧，吃点包子和面。怎么了？不合你胃口啊？我担心我妈妈有事，我也担心我爸有事。你还担心你爸爸？你这个臭小孩，你是怎么想的给他吃那么多药的？我怕他醒了发现，我又斗不过。我还好，要是你爸没晕，我可能也打不过他。我先不吃了，我去学校上课了。我给你请假吧。我不要请假，有你们照顾我妈，我放心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学习了？从我爸把我妈关起来开始，我要不好好读书，以后怎么斗得过我爸？他还做了什么？你问他自己吧。我走了。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口渴吗？喝一点，慢点喝啊。我生了？还没有。我没有宫缩，怎么就入院了？你不记得昨晚发生什么了吗？不记得，最近都是昏昏沉沉的。我问你，你记没记得你吃过什么药？剂量是多少？好像是有吃吧，但我不记得吃了什么。剂量，好几种吧。你不知道是什么药你就吃，黄主任，你是医生啊。我确实不记得。那你还记不记得，你休假这段时间都发生了什么？你想到什么了？全部都告诉我。聪蕊，陆羽这几年事业不好，在律所跟他一起进去的人都变合伙人了，就剩他一个，一直升不上去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一直升职啊。每一次你们来我家，都说我能力有多强，升得有多快，创下了多少省级妇产科的记录。陆羽他听见，心里难受。所以呢？所以，心情不好就爱动手。我就知道你身上的伤没有那么简单。你身上的伤都是他打的，是吗？一方面，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，只要他想通了，事业好了，他就会改。另一方面，我真的很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成长，所以尽量的忍耐。可是陆思琛知道他家暴啊。是啊。每一次发生的时候，我都是不出声忍着的，都在关了门的房间里面。我真的不知道孩子是怎么知道的。但是上一次，孩子进了派出所，我就知道我不能再忍了。我回到家就跟他说我要跟他离婚，然后他就说。他说我有抑郁症，然后逼我吃很多很多的药，然后每天
把我关在家里。表面沈温温而已啊，背里下这么毒的手，我一定要拆穿他，我不会放过他。王主任，我一定会保护好这个孩子。从蕊，你帮我把孩子送到他外公外婆的家里。我不知道我出来了以后，他爸会对他怎么样。我今天下午就去送，你放心。嗯。嘟嘟，你发烧了？我没事。就是他嘴硬，今天你必须休息。哎，看起来肉全是肌肉，你平时练那么壮干什么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把握这次英雄救美的机会。哎。爱看多一点。怎么样？刀口还疼吗？麻药劲儿过了，一动还是会疼，但是也挺奇怪的，只要看到宝宝，就什么疼都忘了。哎，很多妈妈都是这样的。你说你不是不生了吗？结果人家说当年疼成什么样，我已经忘了。谢谢你啊，吉林豆。我高中时候的外号你还记得呢？我起的，我怎么能忘？原来是你起的，我找了3年，没人告诉我是谁干的。你高中的时候啊，嘴又碎，话又多，个子又矮，人又聪明，像个小豆子一样，整天蹦蹦跳跳的。上课说小话最多的就是你，考试永远考第一的也是你，这吉林豆多像你啊！好吧，好在后来我长个儿了。我老公昨天跟我说，他想要请以前的朋友们喝满月酒。从蕊，他终于走出来了，我好高兴啊！我看见你们对彼此的爱护和守护，我特别感动。说不上爱护、守护什么的。当你爱的人心里有坎过不去的时候，你要不计较的陪着他，并且相信总有一天他也会那样对你。这才是爱，不是吗？是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杜弟呢？我替杜弟白班，他病了，送他回去休息了。病了？吃药了吗？严不严重？别急，就是累感冒了，发烧，吃药了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这2天照顾妈妈已经够辛苦了，昨天又陪我一起去救黄主任，肯定累坏了。病了也好，起码能安心休息。哎，黄主任怎么样了？已经稍微清醒一点了。我让李飞守着她呢，不让她那老公接近她。真是不可思议，她这老公这么混蛋。说自己事业不行，自己努力啊，拿老婆出气。我会守护好黄主任的，我也要跟你一起守护好杜弟，希望他们都好好的。你俩和好了？还没有。虽然他心里头是怪我的吧，但是不管他怎么对我，怎么想我，我都会不计较的陪着他，就像那段时间我最伤心难过的时候，他陪着我一样。他其实已经不怪你了，不然昨天他就不会陪你去找黄主任了。杜弟病了，今天我跟你一起去照顾他妈妈吧。好啊。今天正好要给阿姨擦身子，我一大男人不方便。哎，你知道阿姨转到特护病房了吧？知道。我要出去一下，去找田主任。找他干嘛？谈判。
哎，来都来了，不进来喝杯茶？田主任好，喝茶就不用了。找我有事儿？那个，我给你5分钟时间，我还得开会呢。田主任是这样的啊，这次呢全国妇产科技能大赛我拿的是第1，对吧？杜丽是第2，对吧？只有1个住院组的名额，原则上你是应该给我的，对吧？但是我希望你能荣升2位住院组，否则的话我也辞职。这样的话你第1、第2可都没有了哦。我相信医院里面不想看到这样的情况，你说对吧？你跟杜弟学点什么不好？学会危险人了？哦不，我这可不是威胁哦，我呢是提出某种可能性和领导进行卑微的探讨。卑微？你哪儿卑微了？我一直都在谄媚的笑啊，可卑微呢。甭操心这事儿了，我会跟上级争取的。杜弟现在情绪很差，你作为她的闺蜜，应该帮着她振作起来，不要因为情绪过于低落，影响最后一个阶段的考核和工作，懂吗？懂了。我是怎么做到把威胁说的这么谄媚的？这真的不好意思。本来师弟说想把姐姐介绍给你，结果又放了你鸽子了。主要他心里有别人了。没事儿，这个强扭的瓜也不甜，是吧？师哥，我这收入低，现在连给女朋友买戒指的钱都凑不齐。这家里一旦要出点什么事儿，我就是怕扛不住。你呀，就是太老实。你多问问我们师哥辈儿的。师哥，我这刚毕业也没多久，不靠这点死工资，我哪有其他路子呀？你们妇产科油水可是有的是。我有一哥们儿开了一个高端月子中心，给他介绍成功一个，提成1万。1万？不是什么不正规的月子中心吧？要不说你老实呢？放心吧，绝对正规的，绝对的合理合法。这么多呢？这都是别人送我老板的礼物，老板娘心不好，就都送给我了。哎，你看这，我原来还以为医院里扔的那些东西已经是最夸张的了，好好的礼盒，有钱人是不是烧得慌？我走了。那你开车小心点啊。拜拜。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君相，你来的正好，帮我搭把手，拿上去吧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好东西呗。哎，我说你这2天在干嘛呢？中午休息1个半小时，你也跑出去啊？别人找我帮个忙，办点事。哦。这，他昨天跟我求婚了，我答应了，高兴吗？你姐终于也要开始组建新家庭了。你这还是不同意我们俩好啊？不是，我是在想，给姐准备一份好嫁妆。你们好，秦英英。嗯。你好，我是你的管床医生，我叫李俊霄。以后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都可以问我。那就辛苦你了，李医生。应该的。哎，老公，怎么了？宝宝刚才踢我了。啊？摸。老是这样，不能踢你妈。你们月子中心定了吗？李医生，这你可问着了。我这天秤座老婆考察了10几家月子中心，不是嫌远，就是嫌服务不好。好不容易找了个什么都好的，她闺蜜又说之前投诉过那家。哎，这东挑西拣的，到最后全部订满了，我们就不得不回家坐月子了。那我生2胎遭那么大罪，我就想找个舒服的月子中心，怎么了？不行吗？宝贝儿，别急，你这样啊，这几天你住院，然后我再看一轮啊。有一家新开的挺好的，我之前一个患者就住在那儿，说是特别舒服。他们刚开张几个月，现在正在打折促销呢。啊，那真的？李医生，你有联系方式吗？啊，
我发个资料给你。快，加一个你的微信。太好了，我们这月子中心找了好久了。发给你了。这么快就签约了，真爽快！照这个速度，很快就能存下钱了。护士长，找谁啊？哎，听说你给18床介绍了个月子中心？哈，对，他们说还没找月子中心，正好我朋友新开了一个，我就给推荐了一下。啊，你坐。没事。咱们盛济医院啊，有一门心思往院士大专家方向走的，有削尖脑袋追求专业领头羊的，也有碌碌无为混个名气和工资的，当然也有整天搞社会关系、介绍人插队住院当一托的。你觉得你将来是哪种啊？我还没想好。那行，那还有救。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当医生拿点灰色的小钱这种事，一旦进去就回不了头。表面上看呢，它能够缓解你们的经济问题，长远发展就会处处受人所制。比如你今天认识的这个给你钱的人，日后他就很有可能变成左右你的人。我干了几十年的护士，见了很多啊。在盛济，我不敢说没有这种人，但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想好以后是哪一种医生没有？你要是还想往大医生的路上奔，就少干点这个事儿。我是希望你下不为例，不然田主任要发现我眼皮底下还有这种事儿，我脸上也不好看，你说是不是？是，护士长说的是，以后不会了。那行，你忙。那护士长，我想问您是怎么知道的？嗨，你看你光顾着给人介绍月子中心，怎么不先打听打听人家是不是我外甥女儿呢？我外甥女婿跟我说，让我谢谢你。